伊朗在生产无人机方面很厉害，所以难怪美国情报系统就在追伊朗。你好吧，你能够生产这么多，但你的零组件从哪里来？你能生产这些零组件吗？没有。所以零组件当然绝大多数从中国来采购。但目前看起来，整个对于无人机的部分虽然能够掌握，但是这个零组件透过中国大陆大量的采购，你没有办法斩断。因为这毕竟来讲，中国大陆可不只是供应伊朗，还供应了包括乌克兰，也供应了包括俄罗斯。全世界现在各类的零组件的采购，这个量是难以想象的。所以你要阻断或你要对中国大陆有任何部分施压，基本上是不太可能。伊朗现在实施的精准打击，都是打这些将军提到的这些高价值的目标。那包括使用飞弹之外，还有包括了无人机。现在传出来说，尤其这些无人机可以源源不绝，就是因为它的零件来自于中国大陆跟香港等等的企业吗？而且在运送的过程当中，其实会经过很多的地方，包括了土耳其、印度，还有中亚地区、越南、哥斯达黎加等等，甚至是阿联酋。代表换句话说，已经变成了一场全球供应链战，让伊朗可以这样子打持久战吗？再来就是说，媒体也点出了伊朗它其他的重要5大的底牌当中，包括第一个，它是低成本武器消耗高端的装备；第二个，确实民主国家嘛，川普现在面临的就是政治的压力，其中选举跟弹劾的风险；再来就是民族主义革命卫队的意志坚强；再来是第4个，地下分散的军工体系让伊朗有源源不绝的导弹，跟最后一个，伊朗拥有上百座分散电厂，可以确保他们的军工跟民生。这些原因，所以提升了伊朗在这个战场上面可以如此的持久吗？尚志哥怎么看？伊朗的无人机实力其实从俄乌战争的时候就知道了，因为他当时供应俄罗斯支援俄罗斯的无人机。但究竟实力有多强，在这次美以伊战争，大家就会看得比较清楚。那从2月底开战以来，现在统计大概伊朗盘点一下，大概打了3600多架，甚至更多，大概4000架左右无人机。而且现在伊朗的海空军被打残了之后，就是靠他们导弹跟无人机才有攻击力，特别是攻击美军基地，把美军基地就打得死去活来。好，现在其实大家盘点打了这么多架，但是伊朗到底手上有多少架无人机？那早先大家都说伊朗可能有10万架。而且这里头大家已经看到，伊朗自己研发的这个萨赫德或者见证者136是真的蛮厉害的哦，它的攻击力真的很强。那但是这里头大家还注意到，伊朗的生产力预估他们1个月可以生产1万架，而且现在伊朗生产了大概有40多种无人机，所以看起来伊朗在生产无人机方面很厉害，所以难怪美国情报系统就在追。伊朗，你好吧，你能够生产这么多，但你的零组件从哪里来？你能生产这些零组件吗？没有。所以零组件当然绝大多数从中国来采购。所以这次美国情报系统在追的过程中，发现它就是在香港，认为说是由伊朗事实上在香港设立一个外界不知道的一个公司。那我透过这个公司在香港对于中国大陆，尤其是天津这个系统去采购很多无人机的各种的零件。那现在采购到多少跟具体的数字不知道，但是美国情报系统你找到这个渠道应该是有的，而且这个渠道当中可能采购，你说中国大陆要出口这么多，当然中国大陆都知道了，无人机现在无论是整机的市场消费的像大江洲这样的全世界70%以上，那零组件更是不在话下了，什么都有。那现在无人机我们看伊朗是自己采购零组件，自己组装，自己来研发。量这么大，你说中国大陆包括官方军方会不知道吗？所以这里有个微妙性，现在是美国情报系统还在继续在调查。但我们知道，其实在香港采购完之后，回到了伊朗。那么伊朗现在自己本身主要有3大，包括航空无人机的机造系统，包括了见证者航空、盛传航空跟伊朗的它的这个航空制造工业制造航空公司。这3大系统就是在做，所以这里头其实也被美国情报系统在掌握的差不多。但目前看起来，整个对于无人机的部分虽然能够掌握，但是这个零组件透过中国大陆大量的采购，你没有办法斩断。因为这毕竟来讲，中国大陆可不只是供应伊朗，而且伊朗还供应了包括乌克兰，也供应了包括俄罗斯。全世界现在各类的零组件的采购，这个量是难以想象的。所以你要阻断或你要对中国大陆有任何部分施压，基本上是不太可能。但是只是说在这里有没有运输的部分管道？因为在香港采购之后怎么运呢？
海运吗？还是陆运？而且陆运当中从中亚怎么走？当然，伊朗也很聪明，它不会只透过一个路径在运送这些零组件，所以它是非常大量的，而且也不是直接从香港运到伊朗，可能透过哈萨克，可能透过中亚很多的国家来规避美国的追击。所以看起来，伊朗现在在整个美以战争当中有非常多厉害的无人机。但背后整个在我们讲这个军事产业供应链，它不像美国有这个军火商、军工业，但是他们为了要供应，让自己拥有非常强大，刚刚讲10万架现在手上的这个存量哦，而且还要继续每个月1万架的继续的生产，所以伊朗这个部分底气还是来自于现在目前还没有完全被掌握的这个由零组件、香港、中国多陆甚至海陆辗转运送到伊朗这个过程，目前还没有被掌握，也还没有被破获。川普今天早上台湾时间发表全国的演讲，大喊是已经摧毁了伊朗的飞弹能力。那么没有想到呢，他的演讲才刚结束，伊朗是立刻是以最大规模的弹道飞弹齐射以色列，这是公开打脸美国川普所说的战果吗？第二件事情，今天也会关心，伊朗联手了包括真主党、胡塞组织攻击飞弹基地，还有它的航母亚马逊云端设施，战争现在是已经变成全面来对抗美国体系了吗？最后今天也会来关心美国跟以色列持续的打击民用的设施，反而是激起了现在可以看到伊朗的内部全民动员起来了。但是在此刻呢，纳坦雅胡突然间改口说，伊朗已经不再构成任何的威胁了，这是在为接下来要撤退。难道纳坦雅胡是在铺路吗？今天会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等一下我们会来持续的关心川普在早上发表的这场演讲，他在这当中呢，其实有说到他已经摧毁了伊朗的飞弹能力，但是刚刚提到的嘛，就立刻遭到伊朗的打脸了。我们来看到伊朗具体做了什么事情呢？一共是发射了大约是10枚的弹道飞弹，是创下开战以来对以色列的最大规模齐射，瞄准的就是以色列的中部地区。好，在这一场行动正式的已经攻击之前，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呢，伊朗还祭出了真实承诺4的第89波行动。这一次的行动不是单独的，他还联手了包括了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创下开战以来最密集，同时也是最大规模的一次报复性的打击。我们要赶快来看到哪一些地方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好，首先看到的是火力的规模创下史上最大的饱和攻击，超过了100枚的重型导弹，还有无人机编队一起，再加上200枚的火箭弹同步齐射，范围主要涵盖的就是从以色列的北部到南部的全境地区。打击的目标现在看起来也是非常的多，有军事目标，有经济上的一个很重要的据点，包括了以色列的主要城市特拉维夫在内，美军基地里面还包含了巴林，还里面有80名的美军的地点也遭到了精准的打击。再来看到在科威特的一架美军直升机也被摧毁，阿联酋美军指挥中心这边也遭袭，而且最新传出一共是37人在这一场攻击当中死亡。航母呢，林肯号战斗群也是遭到无人机威胁，因此只好移开了。再来就是科技战的部分，位在巴林的亚马逊云端设施也遭到了攻击，所以可以看到一系列伊朗它的攻击力道还是非常非常强劲的。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将军了，川普不是才说吗？已经摧毁了伊朗的飞弹能力，为什么伊朗是立刻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击？是打脸川普吗？另外看到了不只是伊朗的行动，还结合了真主党跟也门胡塞组织等等一同开火，对于美国跟以色列的伤亡，可以说看起来已经规模越来越大了。伊朗为何现在看起来越战越强？李将军怎么看？其实伊朗不是打脸川普，根本就是看破川普的手脚。我们看到这次这个正式承诺第89波的打击是非常剧烈，超过100枚的重型导弹，还有攻击型的无人机发动攻击。那这些攻击准备绝对不是在川普讲完话之后才开始做攻击准备，而是在前一天已经做好各种的攻击准备。这个导弹的弹道啊，或者说相关的数据都已经输入进去，这个目标也都瞄准好了。
只等你川普讲完话以后，我就发起攻击。那我觉得这代表什么？第一个，这个伊朗早就看破这个川普的手脚，甚至于他都知道你川普要讲什么话。如果说伊朗对川普今天早上的演讲会有所期待的话，他不会在昨天甚至之前就已经准备好这么庞大的攻击，这么大量的攻击。事实上，你要事前这个攻击准备的时间要一定要很长的时间。那我们看一下川普今天讲话到底什么内容会让伊朗就看破手脚？我想说，不只是这个伊朗看破手脚，连我们都觉得对他这场演讲这个没有任何了无新意，没有任何期待。他不外就是讲这些话。第一句，他就是他打了胜仗了嘛，他的川普赢学，他打了胜仗，摧毁了伊朗所有的这种，包括到军事设施，包括他的导弹，摧毁他，让他永远没有办法发展核武另外来讲，他还讲说是这个也让伊朗来讲新的政权可以更替。那第二个，他就是威胁其他的国家，威胁第一个国家叫做北约他的盟国，你们这个如果说不帮我们没关系，以后来讲我就要退出北约。那如果说你们需要用这个油的话，你们自己去荷姆兹海峡去抢去夺。那如果你们不敢去的话，就来跟我美国买。那第二个，他威胁的就是伊朗嘛，他扬言要如果你伊朗这个不接受他的这种和平协议的条件的话他要在2到3周之后将伊朗打成一个石器时代。但是我们看到，所以伊朗就依据这些话他就立刻发起所谓的攻击。那我认为这个川普会讲这些话，可能早在伊朗的研判之中。所以我说，这个伊朗早就看穿川普会发言的内容，早就做好这个这次攻击的准备。是。那我称之为这次攻击，在我们军事上这叫什么？你知道吗？这叫扩张战果是一场扩张战果的攻击行动。之前他已经将美国打得差不多，而川普讲这些话很明显的，他就是准备要脱身了，从这个伊朗战争里面脱身。但是这个伊朗这时候你脱身，就代表说你美国这场仗如果继续要打，你可能美国已经打不下去。但是伊朗利用你打不下去，你有这个不能说是败战吧，最起码你后继无力的状况之下，我觉得我扩张战果。这时候很明显，我们看到伊朗这时候会发动这么大一次打击，很明显的就是扩张战果。那川普后续来讲，我认为这是很明显，川普就很难从这个战争的这个泥淖里面能够脱身。会拖住他不让他脱身的，我觉得最起码有3个地区或国家会不让他脱身。第一个就是伊朗他就继续打你包括打击你中东地区美军的基地，打击你以色列，让你美国没办法脱身。第二个来讲，我觉得会让川普没办法脱身的国家就是以色列。如果说你美国走的话，这纳坦雅胡他自己独自要面对伊朗的导弹，还要面对北边黎巴嫩真主党，还有南边胡塞组织的攻击。就以色列这个国家来讲的话，我觉得它的这种国土纵深有限对，它很多战争资源已经投入这场战斗里面，它的拦截导弹数量也快要库存见底。那如果说是美国脱身纳坦尼亚胡真的会哭晕在厕所里面，他会不晓得怎么办。那第3个我觉得会不让美国脱身的国家就是波湾这些国家这些国家我们看到昨天等一下我们也会讨论到，包括阿联酋，包括这些国家，他们都说要参战。其实很明显，因为我将我国家安全托付在你美国，那你美国这个惹起这场战争之后，你不能拍拍屁股搞一个跟烂尾楼一样的战争，你拍拍屁股又走，那以后你叫我们自己独自怎么去面对伊朗？我们本来跟伊朗还可以大家和平相处，大家共用波斯湾，大家共同可以通行荷姆兹海峡。那你美国惹了这场祸之后，那以后我们波湾这些鱼，我们怎么样通过荷姆兹海峡？所以波湾这些国家也不会让美国脱身。所以川普现在陷于这个进退失据骑虎难下一个局面。好，这个美国现在看起来在这场战争里面是脱不了身了。那川普只好赶快的自己个人就宣布了胜利。那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伊朗持续的扩大它的战果。刚刚讲了嘛，除了持续的轰炸美国相关的军事的设施、它的基地之外，还有很重要的就是经济的重要命脉。刚刚特别提到的，包括了亚马逊云端设施，它都敢碰这当中也有非常多的人在当中。还有这一场攻击，刚刚提到了，一共是传出阿联酋美军基地37人死亡。现在看起来这场战争美国难以控制了吗？宽哥怎么看？来跟各位谈过去在老军武时代的时候，走的是飞机，走的是大炮，走的是坦克。所以过去的话，包括洛克希德马丁啊、雷神啊、波音啊、莱茵金属等等的，这个叫做老的军工股。
但没有想到现在的军工股呢成为了 AI 了。发生什么事呢？我们来看这次的一个战争哦。这次的一个战争，如果我们去把美国目前所用的一个战术点线面全部都打开的话，空中的部分的话，它是在用低轨卫星，用的是星链的特殊的军规的光波传输系统。然后往下走的话，就有预警机，然后一层一层的往下走。那这是在推演的过程当中呢，想不到过去在做军事的一个推演的话，是几千名的军事顾问，他们就逐步的沙盘推演，用了几个月的一个时间，然后去把军事计划拟定出来。但这次呢就很刚好，可我们发现为什么时间点是在2月27号当天呢？原来根据 Palantir 的一个演算那 Palantir 是怎么演算呢？以色列他们就害进了德黑兰他们的公路系统之后，他们整整汇集了10年的资料。他们汇集了10年的资料的过程当中，就把各个车队，包括了哈米尼，包括所有的军事的人员等等的，所有的全部都算出来之后，然后摩萨德他收到了一则讯息，这则讯息就是在斋戒月的中间，请各位记得2月的时候刚好是在回教的斋戒月，白天是不准吃饭的，但是公务还是可以做。所以所有的人，他们就到哈米尼的家。哈米尼家当中有哈米尼，有他的太太，有他的女儿，有他的女婿，还有他的孙子。然后所有的军事人员全部都进去之后，想不到美国跟以色列这时候出击了。出击完之后，各位你就想，哈米尼当场就死亡，全家也都死亡，40名的军事将领死亡。所以后面为什么伊朗会反击？反击的过程当中，他们就现在简单的说，第一件事情先做一个小总结。现在新的军武时代 ，AI 已经是军武了。为什么呢？原来 AI 可以判读很多事，但中东这件事情来到这地方特别的麻烦。为什么特别麻烦呢？我们台湾在 AI 当中是台湾 AI 冠天下，可是我们的冠天下是硬体冠天下。AI 它的应用当中，就是用这些硬体去衍生出很多的一个软体，做出所谓的 AI token 之后，它会有很多的应用。那这次应用当中呢，刚好在阿布达比，它有3座芒总的资料运算中心。目前在以色列辉达有一组研发中心 ，Intel 它还有2座晶圆厂。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发现为什么后来杜拜跟阿布达比被攻击完之后，哇，这个出现的问题非常严重了。为什么出现问题非常严重呢？现在有几个问题，我先谈2个。第一个，未来的资料中心旁边要不要放爱国者飞弹？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个，这是因为现场被攻击完之后，台湾的工程师已经回来了，所以大家有在网络上聊的过程当中，因为台湾去修复的工程师他有说他们就说这个以色列的无人机还真的挺厉害的。为什么呢？一般的资料中心它是非常坚固的，为什么很坚固呢？里面的机台动辄一台是400万美金，一次的一个阵列，各位是几百台，所以里面很珍贵。可是很珍贵，因为里面有很大的电、很大的热，所以它必须有一部分的管子要延伸出来，干嘛呢？散热。所以这些散热系统呢，他们无人机就是飞过来。各位，他们当场看到用很慢的速度，然后下来，砰的一下就把这些所谓的散热系统全部打坏了。然后全部打坏了之后呢，第一件事情跟台湾求救，所以我们台湾有4间大厂，瞬间派出了几10名的工程师就出去了。所以这件事情，各位是真是假呢？目前来看是真的。所以就现在来看的话呢，台湾包括了电源的，我们不指名公司散热的公司赶快去救。那救了之后，他们目前说赶快叫料等等的，大概修复的时间需要到1个月到3个月的时间。可是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情是标准型的打蛇打7寸。那为什么呢？无人机如果去攻击它那个水泥系统的话，打不破。它是穿不破的所以就现在来看的话呢，我们做这一段的小总结什么叫做这一段的小总结呢？本来美国跟以色列他们在军事的实力，在科技的一个实力，我们说真的是远远超过于伊朗。可是伊朗各位难啃为什么难啃呢？伊朗的一个国家非常非常大，伊朗的人口9300万，伊朗它到底有多少的军武，我们不知道，很多事情是藏在地道当中。但就现在来说的话，决定权控在停战的决定权控在伊朗的一个手上，就最简单的，现在美国说陆军要进去，各位，单水面上那3000多颗的水雷，谁来处理？所以一时半刻，很多人都想说战争要结束，战争要结束，没有想到星期4的一个早上，川普的一个演讲，真的是给全世界狠狠的又扇了一巴掌所以全世界的金融市场还是乱，所以再跟各位谈目前可能停战的决定在伊朗的手中。好，停战的决定在伊朗的手中，但是目前最不想停战的国家是谁？是以色列。所以呢，我们现在来持续看到，那美国跟以色列又持续的在发动攻击。刚刚讲的都是前面伊朗不断的发动攻击，但是美国跟以色列最新攻击的目标已经打到了伊朗它的民用设施里面去了。当然了。
引爆的就是伊朗现在内部全民动员，包括了这个总统，我们看到画面了，总统跟他的外长现在是也不担心被攻击嘛，他们就直接走到人群里面去强化这种全民抗战的氛围，在伊朗已经全部掀起来了。那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他也最新发表言论，他说呢，在对这场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是他也坦言，确实啦，以色列也造成了不小的代价，但是他认为说伊朗已经不再构成生命威胁了，这个是在为自己找退路吗？为什么这么讲？那赖老师要怎么看？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伊朗的政权的一个结构，跟美国以色列这一次的攻击有没有产生这个正负的一个效果。原本美国跟很多国家、很多的所谓的专家都误判，认为说这一次以色列跟美国的攻击可能会让他的反对派起来，就把这个政权推翻了。当时川普也是这么说嘛，川普也特别说：“哎呀，你们这个要走上街头，接管你们的权利取代你们的政府组织，就等于是推翻嘛。那我们美国的军队马上就来了所以你们准备迎接王室的到来。”这个当时美国的川普也是这样做判断，但是《纽约时报》讲了一个很实在的话，说反对伊朗政权、想把伊朗政权推翻的大概就几百万人，可是伊朗有9300万人那你就几百万人，等于是8000多万人，他并没有要把伊朗的政权推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伊朗的民众里面有没有很多对政府不满的？很多不然的话不会一口气就这么多人走上街头示威抗议，只因为手机变贵了物价变高涨了，然后就有很多人走上街头，对政府不满，对国家不满，但是不到要推翻的地步，这个至少有几千万人跑不掉。可是问题就在于，当这次美国跟以色列把小学的小孩子杀了，炸了这么多的民用的设施，炸了这些发电站，炸了这些连续1个多月来的国际上的不正义之战，也就是没有经过联合国同意，没有经过国际社会，违反一个国际法，去侵犯一个国家主权，然后去杀害孩子、杀害人民的这样的一种行为，这个伊朗人民已经到忍无可忍的地步。换言之，也就是说，只要谁站在美国这边，谁就是叛国贼。那包括在海外的伊朗人，他们的声音也没有了，因为他们如果在支持美国政府去杀自己的人民的话，他们就是背叛伊朗人的叛徒。在国内要求要把政府推翻的，就是跟美国、以色列勾结的叛徒、叛教者。那你想，是不是美国跟以色列的这1个月的军事行动，刚好帮伊朗的革命卫队巩固他们的政权？也帮小哈梅内伊巩固他们的政权，所以现在还有人幻想说，哎呀，他们要推翻他们的政权，这些人就是完全不了解伊朗，不切实际，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对内塔尼亚胡来说，他这场仗已经打不下去了，他也没办法再拉住美国的手了。为什么？因为他内部的经济状况出了很大的问题，他的 GDP 已经退了大概8.75左右，这第一个。第二个，他的财政破口越来越大了。他又追加这个军事预算100多亿美元，但是问题就在于他的财政收支不平衡的情况已经越来越严重，所以经济状况越来越差，财政收支越来越严重，打的到现在没有任何效果，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大，再加上国际间被孤立，还有就是美国也想撤的情形下，你如果说再拉住川普说你就是给我硬干到底的话，那坦白说，你触到白人的那一条底线，那在美国的犹太人，他基本上没有生存空间。美国的犹太人能够吃香喝辣的，是因为白人的那个底线不能碰触。可是当白人要翻脸的时候呢，你犹太人还是要乖，你的底线就在那里，你可以吃香喝辣，但我要翻脸的时候，你如果再碰我的底线，那就翻脸了。翻脸在美国的犹太人会很惨，所以美国的犹太人自己也清楚知道，他是只有 money， 只有权，只有钱。可是，一旦他没有军队，他没有武力，一旦白人翻脸的时候，那就是把你抓起来了。那法律可以制定，可以把你抓。所以我个人是认为，以目前来看，内塔尼亚胡也知道他拉不住，也不该拉，也不应该拉，所以他现在要配合川普，就是说您决定，您是老大，您说了算。所以您会发现，他那个内塔尼亚胡现在的讲话越来越软调。越来越改掉，而且他也知道他在国际间孤立，所以他就说：美国你老大，你川普你决定，你不打了我就不打，你要打我就继续打，
反正您说了算。所以您会发现内塔尼亚胡在为他自己准备一个下台阶。不要忘了，他把他的太太小孩都送到美国去，他也在准备自己以后要跑路吧。美国经济到底会不会崩盘？因为刚刚特别提到的，伊朗点名了18家美国的巨擘要做攻击，这巨擘当中包含了从科技、金融到军工巨擘都在当中。川普能守住美国最重要的经济国力核心吗？第二件事情，今天会来关心的是阿联酋的秘密指挥中心被伊朗给炸了。现在不了解的是说，200名的美军现在看起来生死未卜哦。那么来自于伊朗的说法是全部灭了吗？美军真的可以无敌吗？川普这一次还能够硬是撑几天呢？最后今天也会来关心美国想要闪人了，那以色列怎么办呢？难道以色列自己会留下来单独打吗？尤其现在以色列的伤亡人数不断的攀升，纳坦雅胡还能够撑多久？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请来宾一次做详尽的解答。我们首先关心到是这一次伊朗对美国正式开启的一场系统性的报复，尤其今天4月的第一天，4月1号，伊斯兰革命卫队直接点名了，一共要瞄准的就是18家的美国企业都在他的攻击名单当中都是大家所熟知的重要的企业，科技巨擘辉达、苹果、Google、微软、英特尔，金融的核心公司摩根大通，还有军工制造大厂，包括波音、奇异、特斯拉，甚至是资讯跟云端的巨头思科、甲骨文、Meta， 都在伊朗说他要攻击的名单当中。这一波攻击还没有实施，但是对于美国跟对于以色列相关的重要的军事设施跟军事基地的攻击已经展开了。赶快立刻来看到他们目前伊朗的报复的重拳已经造成了哪一些打击？首先，斩首级的一个打击是打的美军位在阿联酋的这个指挥中心，200名美军生死未卜。再来，真实承诺这一场是第4次第88轮的全面打击了，弹道飞弹直接是命中以色列的货轮，无人机也被精准的摧毁。第三个来看到是对于以色列加大它的本土攻击的力道，发射弹道飞弹攻击以色列中部地区，集束弹的头大的范围多点爆炸，造成了至少6个人受伤。以色列科技公司也哀轰。最后是美国的死神无人机了，根据了解，有146架被敌方给击落了，这是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委员来看到伊朗这一次的攻击，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准的，而且是密集的，连阿联酋在这边的指挥中心都命中，200名的美军生死未卜。川普在这样的状况之下还能撑下去吗？委员怎么看？对，看到这场战争打到了现在哦，那么原本外界预测说伊朗一定会弹尽粮绝，然后呢，伊朗在美国跟以色列的轰炸之下，所有的相关的军事装备大概都会被这个摧毁殆尽。可是我想打到今天，我们现在刚才看到思敏告诉大家的这些相关讯息，其实可以看得出来，伊朗现在恐怕好戏才正上场哦。这就回到了我们原先的预测嘛，原先其实就已经有人预测跟示警，说伊朗在这场战争当中，他们先端上台面的是相对比较低阶跟廉价的无人机和飞弹的。这些无人机跟飞弹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了要耗尽美国跟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所有的这个防空系统的飞弹啊。当你耗尽到这些东西了之后哦，再摧毁掉这些雷达，美国跟以色列在整个中东地区哦，他们的预警时间会相对缩短，拦截的能力也会大幅的降低。在这个时刻，伊朗才会端出它真正的法宝来啊。现在看起来这个法宝就要上场了，所以对伊朗来说，这场战争再继续打下去，我们恐怕就可以看到更多伊朗高端先进的武器哦，如入无人之境的去打击以色列或者是美国其他的军事基地了。因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个雷达系统已经被摧毁的差不多了哦，所以现在以色列真正要反应伊朗的飞弹来袭的时间已经大幅缩短了，绝对不像以前这样游刃有余。那么，回过头来看这个川普哦，其实如果大家注意到川普最近的一次谈话哦，川普的确是一个非常非常妙的人。我认为川普最近一次决定要抽手哦，如果大家看到他这个大概今天的谈话吧，他说他决定要抽手了哦，然后呢，把这个赫姆兹海峡留给其他的国家自己想办法去打通了哦，他已经打赢了，他就要走了。大家就好奇说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呢？那么急急忙忙的要离开战场。
我觉得当然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美军的伤亡在扩大当中哦。那么目前为止还在盖牌，可是这牌盖不了多久的这一掀牌的时候，美国现在国内反战声浪已经很高了。所以对川普造成的第一个压力，应该是福斯电视台的一份民调啊。就福斯电视台在这场战争的前几周，它的民调都跟其他的这个媒体不一样哦。它所呈现的民调都是在5-5波之间，可是其他的这个媒体所做出来的民调，其实反战声浪已经很高，都超过50%了。那但是现在连福斯自己都顶不住了。福斯最近公布的一波民调，这个反战的声浪已经超过60%了。就连福斯都顶不住的时候，川普怎么顶得住呢？川普背后最支持他的媒体就是福斯了哦。那更不要讲到股市了。股市前一段时间跌得乱七八糟，你看到今天川普出来讲话的时候多骄傲，他说我讲完之后股市就涨了，涨到这个有史以来道琼涨最高的一次。废话，你讲的是你要绕跑，你要离开了，这场战争不打了，那大家当然就股市就涨了。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说，川普的讲话川普的策略永远都跟股市指数的起伏是绑在一起的。他想放空，他就放狠话；他想做多，这个股市就会上来。那但是问题很妙哦，就是他今天的谈话的时候，你就注意，他说我们已经打赢了。为什么打赢了？他说因为政权已经轮替了。他说第一代的政权呢是非常不能够接受的，很有敌意。第二代的政权就温和友善多了。我听到这句话，我差点笑从椅上掉下来。第一代是哈米尼，第二代是他儿子。对，他儿子、他爸爸、他的妻子、他的小孩、他家的亲人都被你杀了。然后你觉得第二代会比较友善吗？到底第二代哪里比较友善？我们刚才看到所有的数据，伊朗现在在疯狂的报复跟攻击。哈米尼在没有被斩首之前，他攻击了谁吗？他谁都没攻击。所以我不理解，川普为了要尽快的脱离战场，他到底是活在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宇宙里头？他自己似乎描绘出他自己那种乌托邦美好世界。那更妙的是说，各位如果看到这场战争，原先讲说要 regime change， 要改变政权，后来发现 regime change 不了，他就说我们要打通荷姆兹海峡。好了，你现在2栖部队都调来了，准备要打通荷姆兹海峡了。忽然之间，他就又告诉你荷姆兹海峡我们不打通了，以后就交给这个欧洲你们这些国家自己想办法去解决。最妙的是什么？各位想想看，最妙的是在这场战争没有发生之前，荷姆兹海峡根本没有封锁的问题，因为你打了这场战争，荷姆兹海峡被封锁了。然后你现在告诉大家说，我已经完成了战争的目的，我已经胜利了，然后我要走了。所以你这场战争的目的只有2个，第一个把伊朗换上一个更强硬的政权，第二个就是把荷姆兹海峡给关了。好，这个荷姆兹海峡又是同时攸关在经济面，那另外一方面刚好伊朗他也提出来要攻击美国的18家企业。攸关的又是美国的经济面，因为这18家企业刚刚特别讲到了嘛，里面是很重要的科技巨擘，还有金融巨擘等等，会不会成为川普在经济上面另外一个重要的压力？苑老师又怎么看？我今天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马上想到今天是4月1号愚人节，我想说是不是假的，你知道？因为我们一直长期的认为美国加以色列是所向无敌的，结果今天消息突然这个1个月来，我们一直在做评论的时候，都替伊朗捏把冷汗。一开始我还讲说伊朗要加油这讲的自己都很激动，对不对？那现在突然发觉，伊朗现在完全要攻击就攻击我现在看到这个消息，我遇到的所有的人都会认为说，刚刚我们委员一讲的话呢，就会发觉说，伊朗现在的话呢，好戏正准备上场，看样子不是愚人节，但是其实讲起来也非常具有戏剧化。它最主要，首先第一点，我让大家先了解，那个中东什么都没有，就是油多钱多，所以说所有的美国重要的产业，像什么 Apple 啦、英戴尔啦、Google 啦，还有什么 Nvidia、Microsoft， 还有 Morgan Stanley， 他们在那边都有转钱的地方。然后发展科技的地方，甚至包含这个 AI 的这个中心都拿钱出来，就在这边的话呢，所以伊朗现在要针对于18家的这个美国重要的企业，里面包含了军工科技甚至包含了金融，通通要打击的话，表示说他把这话先放出来，伊朗是说到做到的，然后这美国现在只会乱吹牛，这是第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的话呢，我觉得大家不晓得还记不记得，就是在昨天的时候我们还在讨论美国会不会登陆哈克岛还讲到说美国什么82个空降师会不会什么的，就讲了一大堆就是现在搞了个半天的话，突然拍拍手想走，你知道吗？川普走得成吗？对不对？2000多条人命170几个小女孩的命
对不对？这个仇恨结深了。人家伊朗本身来讲的话呢，都目前为止啊，你先把温和派干掉以后，现在换了个激进派啊，激进派，这个穆加塔拉的话呢，它本身就不做事，就是我们要干到底，就是真实承诺第86开始、87开始、88开始，大家仔细看里面内容的话呢，说在87的时候呢，空中预警机打得之准，从雷达刚正中间切下去，旁边 BBC 讲还有2架飞机受到了这个影响，对不对？也都受伤害了。然后现在的话，第3个部分的话呢，就是说整个伊朗现在的话呢，整个所有做的事情所着眼的重点是直接对以色列的本土的攻击。那这个加重的压力非常大，其中最重要消息，我觉得美国的指挥中心的话，那200人的话呢，生死未卜。让我们讲好了，这死亡的人数只有20%的话，那有40人都死亡了。到目前为止，美国都不敢承认到底有多少死人了，对不对？你这个影响的话呢，对川普现在刚刚经过 No Kings， 美国有将近1000万的人走上街头啊，美国人对政治都是很冷感的。1000万人走上街头，真的是美国问题严重了。现在的话呢，接下来我们真的是有好戏看的。好，所以美国这一次攻打了伊朗哦，那搞得这样子一团乱。那现在美国就突然间说他要走人了，那以色列怎么办呢？而且正直的就是伊朗现在都是直接攻击以色列的本土的。接下来纳坦雅胡还能撑多久？那干哥又怎么看？我觉得这个新闻，我们特别要关注，就美军的指挥中心在阿联酋，也就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曼哈德基地外面的秘密指挥中心竟然可以被伊朗的特工给发现，这个是一个秘密基地哎，而且里面一看，哇，进去200人了，那么多，所以大家就晓得说，哎，你有情报，你有摩萨德啊，你有中情局啊，我们也有啊，我们也可以找得到你们让人家以为你们不知道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竟然被空袭了。我相信还是用见证者系列的无人机去攻击的，因为那个最有效。为什么？因为他们可以飞得久，又可以飞得低，然后打下来的时候，它的杀伤力是够的。那好了，那现在到底损失了多少人？不知道，对，不讲，为什么不敢讲？讲出来很丢脸，这就是最大的问题。好，你看到这个事情之后，你就要想想看，我们现在先汇集一下，以色列最近受到什么样的攻击？以色列竟然中部一个城市，它竟然被这个弹道飞弹丢下来以后，它丢下来，你知道弹道飞弹只有个弹头嘛？你不装核子弹头的话是没有用的。于是他装什么？他装集束炸弹在里面，丢下来的时候，竟然造成了大概方圆差不多1.5平方公里被摧毁。但是因为那不是住宅区，所以只有6个人受伤。那下次要打在海法的话怎么办？或是打在特拉维夫？或是打在本古里扬机场怎么办？所以我现在就在想说，你不是说你的那个海军跟那个空军都已经被美国摧毁了吗？怎么伊朗还有这么多飞弹可以打？所以你就会觉得，而且现在他打的是伊朗，现在打的是以色列的本土。对于以色列的很多地方，他们其实老实讲一句，他们连在海上的集装箱货轮，他们都认得这是以色列的，这个就厉害，这个就我觉得非常厉害。所以我觉得现在美国在面对这场战争的时候，他会有一点觉得他有一点却步了，就是认为说，好像以色列的那个情报机构没有办法及时反映说，原来伊朗知道了，伊朗知道很多事情，但他没有讲出来。伊朗也许他没有像美国这么好的这么精密的卫星啊装置，但是伊朗的这个情报人员一定也有足够的渗透能力。他才能够得到这么多的讯息，然后他开始说：“我现在回过头来，我要攻击18家美国企业。”我觉得你要仔细听好，这就是中情局最需要注意的地方。我可以打到这些原来我打不到的地方，然后现在回头我要打你的苹果啊，然后摩根大通啊、特斯拉、奇异这些大公司、大企业。而选择重点来打，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我知道它在哪里。我知道它在哪里。当然不是攻击美国本土的总部，可是我可以攻击哪里？我可以攻击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或是卡达还有科威特的这些大公司的据点。要知道，这些大型的美国托拉斯企业在这几个国家通通有据点。为什么？因为在中东是最重要的金融中心聚集地。所以他如果真的打到这个地方的话，特斯拉被打一次，你看看
Google 或苹果要是被命中的话，会有什么下场？所以我觉得以色列他现在是在想一个什么问题？美国要是拍拍屁股走，你要怎么办？我先告诉各位，尼坦雅胡不可能收手的。如果今天要他自己面对伊朗的话，他也要去面对，所以他必须要拖着川普，你继续打，不要走，你要跟我一起打。可是老实讲一句，川普我觉得川普的耐心只剩下2周，2周之内这一件事情要解决，说不定1个礼拜之内，4月6号之后就解决了，也不一定。可是以色列还是不会收手，他不会罢手。那到时候以色列就要自己面对伊朗的无人机跟伊朗正规的那个弹道飞弹的攻击。我觉得这对伊朗绝对不是聪明的选择，也不划算。对于以色列是不划算的事情。伊朗现在他们低成本高消耗的这个战术呢，还有无人机密集的攻势还在持续，而且日前还真的打到了一尾大鱼哦。我们来看看这些被美军被袭击的地点哦，包括了沙烏地阿拉伯的这个苏尔坦王子空军基地，还有阿曼的沙拉拉港外海的美军后勤舰艇，现在都被战火给覆盖。那最惨烈，然后吸引媒体关注的，就是这个可以看到被打到都已经腰斩的这一架飞机哦，大名鼎鼎哦，空中之眼1-3预警机被炸到腰斩，而且它的受损严重，有超过10名的美军因此受伤。那除此这个表格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的美军单位也都或多或少受到影响。好，这个1-3预警机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我们来看，有一位前 F-16的军官呢，他就比喻过这台飞机，说在战争的时候呢，1-3预警机就像是棋手，而他们这些战斗机的操作人员跟负责打击的这些战斗机群呢，就是棋子。可见1-3呢在空中战力这个维持整个调兵潜将扮演他们看这个整个空中环节跟视野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这么重要的昂贵的飞机都被打烂了，还有刚刚说的舰艇被打啦，基地被穿透等等。我们看到伊朗现在的战术，还有他们的飞弹击中的成功率是越来越高了，也开始突破了美军防空体系，造成杀伤。那这个关键点是什么？为什么在前面1个月我们看到伊朗出动了很多飞弹，但是作用并没有很好，但是进入到第2个月，他们现在成功率在提升了，发现了什么开窍的地方？舰长。我们如果说看到现在这个美军或者是以色列攻击伊朗的状况约略是如此，也就是我们看到这在伊朗上面的一点一点呢，也就是美军跟以色列的攻击。那但是呢，我们看到其他的红点的部分呢，也就是伊朗对于这些波斯湾周边的国家，以及对于以色列的攻击。那我们在这里面呢，其实可以看一个重点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第一时间看到的都是预警机以及萨德之眼被攻击？因为其实这个美军当初的设计也就是在这个波斯湾的国家以及前往这个以色列飞行的路上面有非常多的雷达，每一个蓝色的圈圈都是一种雷达，但是这些雷达慢慢的都已经被破坏了。那当被破坏了之后，也就是它没有预警的来源，那也就只能靠预警机了。那靠预警机呢？其实预警机它有非常多的功能但是我们这次看到的，也就是在之前它停在这个位置，但是我们如果看它这一个残骸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其实它应该是从它的右侧直接有一架无人机这样子破坏的，所以把它整个几乎都打断了。这个是什么原因？也就是美国的顺风球打多了，然后他认为呢，伊朗不是个对手，他停在这一个沙烏地阿拉伯的这个苏丹王子基地应该是安全的，但是事实不是如此我们来看，对于美军来讲，美军的教范写得非常清楚他的敏捷作战部署里面讲到说，其实他的机动就是必须要能够增强它的灵活性，而且最重要的是优先考虑它的一个机动性，以及它要能够保护它的安全。可是现在他们都完全的停在这个机坪上面，就是没有顾到它的安全。那至于说现在他们对于整个波斯湾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哈尔格岛或者是霍姆兹海峡，其实他们靠的就是这一些预警机能够提供这个有关于他们要攻击的，无论是哈尔克岛或者是这一个霍姆兹海峡，就是这一些作为一种预警之用。但是其实我们坦白的讲，这些预警机呢，它对于这一个我们讲到无人机比较能够有效征收，而且预警机其实在现代战争中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我们一直讲 data link， 或者是讲说 A 射 B 岛。A 射 B 岛或 data link 的重要的节点，也就是预警机啊。那预警机提供的，也就是对于目标的位置，然后才能够指挥这些载空机去打。那但是如果说它没有办法有效的进行预警，那就像现在有人说没关系嘛，只被打了1架E3嘛，可以到那个沙漠坟场里面。因为美国其实它有封存非常多架，你可以继续捡回来。这真是大错特错。为什么？因为拖回来之后，他们最起码要进行半年到8个月以上的时间进行解封，然后重新的检查各种线路，然后配装新的发动机这一些。那问题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伊拉克，那这个战场等得了半年到8个月吗？如果打了半年到8个月，那美国惨了，那就证明他一脚踩到泥淖里面去。所以这件事情是一个起点，但是呢，他告诉了大家一件事情。那我们来看 Foreign Affairs， 他早就提出一件事情，就是美国没有为未来的战争做好准备。这个战争呢，其实他讲到的，也就是有关于无人机的部分。那他现在没有办法做有效的预警。其实无人机最重要的并不是攻击，因为攻击无人机是一件相对比较简单的事情。无人机最困难的就是预警，你要知道它的存在。那通常我们看来看去，大家都不知道无人机来了，然后就被无人机打中了。所以其实如何有效的扫描整个频谱，那得知无人机即将到达，然后动员所有的火炮或者是短程飞弹，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可是美国还没想通这一点。是，好，这一次伊朗的攻击呢，成功打掉了一台E3空中之眼，但更可怕的可能还在后面，因为美军他们原本是信誓旦旦啊，包含刚开战的第1周、第2周，他们宣称啊，透过了卫星图资加上远程导弹的精准打击呢，是摧毁了伊朗的导弹能力。但实际上，随着战争的推进，我们看到伊朗的远程威胁呢，根本就还没有被打趴，包含它远到这个特拉维夫、以色列的土地，它也都可以持续有效打击。那路透社更揭露，美军的情报人士就透露呢，只能确定现在美军可能摧毁伊朗的这个武器库，应该说这个导弹库啊，大概只有1/3的量，代表他们还有2/3可以用。而且伊朗的地下飞弹隧道城市还是大致完好的。这个隧道飞弹是地下城市是什么东西？我们带大家来认识一下。所谓的地下飞弹隧道城市，它的特征呢，就是其实是挖一个等于是一个战争库啊，它的深度可以达到500公尺，然后里面有铁路运输四通八达的，而且必要的时候呢，可以持续发射导弹。万一受到什么影响，它可以在48小时，也就是2天内来修复它的出入口。所以呢，只要这个东西一时没有被摧毁，伊朗就一直拥有一个可以不断发射的一个火力引擎，这样子对整个中东国家、以色列还有美军来造成威胁。所以请教杨老师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资讯告诉我们呢，美军他们当初以为确实是削弱了伊朗，但感觉现在伊朗受到的好像只是一些表面伤真正埋藏在地底下还没有到这个伤筋动骨的程度，而且反击我们看到现在是越打越准了。所以你觉得战争进入到第2个月来说，这个风向有没有开始有点转变？这个风向啊，这个画风啊，其实已经转变，好像伊朗的反击越来越多，然后呢越来越准，以及造成了美国的打击越来越严重。你看，像E3预警机，美国才16架预警机，那这里面有好多架事实上已经不能用了。那现在在中东地区，它调了6架过来，那1架被打掉，那其他将来整个战斗机起航进行加油好了。因为它中间一定要加油，对，那中间这些加油机以及战斗机的这个安全，在过程当中都要靠预警机。所以美国的问题是第一点，它到底这个战略目标是什么？打这场仗，
这根本没有，不断的在变。这场仗其实根本不是美国想要去打的，而是川普在最后一个时间点被就是纳坦雅胡所说服，可以有一个机会一次把哈梅尼跟伊朗成全政府的高层都给就是斩首，那成全政府应该就瓦解了。对，所以这个瓦解没有发生，啊，所以然后呢再继续的做轰炸，那轰炸到目前为止将近1500到3000人的死亡，2万人的受伤。美国自己公布超过11000个目标被攻击，他已经出动起码8000架次的，就是战斗机，100艘伊朗的船舰被打沉。但是战争的前3天，英国的首相就说，胜利不会从空中轰炸得到的。所以这就问题是，那你接下来呢？哦，那所以伊朗其实他大概撑过了这一段，伊朗也停电。经济也受影响，网络也整个停了，到现在为止将近30天，所以它的受到的这个打击当然很大。可是国家的存亡还是能够延续下去。那因此，美国接下来它是不是只有地面战争啊，才能够去达成，比如说政权移转的这个目标？那我们现在看到整个方向哈，军事的准备上似乎越来越如此。那甚至川普已经开始在准备一些理由，比如说石油啊等等之类的。可是他给的时间点也是到4月7号早上8点台北时间，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在这个之前他就会地面战争吗？还是之后他才会地面战争？那双方是不是有可能啊透过巴基斯坦能够坐下来谈？那我觉得这个变数还很多，双方现在都在采取了一种叫做战争边缘、相互保证毁灭，然后呢对等报复的方式，看谁先转弯，看谁先退让。是，但我们可以确定一点，就是这场战争继续打下去，对美以来说呢，绝对是不利的一方。因为现在美国国内的舆论已经烧起来啊，认为说为什么要牺牲我美国的好男儿好女儿去打一场不属于我们的战争啊？去打别人的战争？那别人就是刚才杨老师有提到的，就是以色列还有总理纳坦雅胡嘛。那而且伊朗呢还可能继续撑下去，为什么？底气来自哪里？就来自中国跟俄罗斯2大助力的输血。怎么说？现在美联社有消息传出，俄罗斯正把一批升级版的无人机要送往伊朗。那路透这边也指出，中国的晶片代表中芯国际他们正向伊朗军方提供晶片制造的设备，来强化伊朗的军事自主力量。好，委员，我想问好，现在光是伊朗一个来力抗美以，甚至是中东石油国都已经打成这样。如果后面有中俄联手，我不出人好，但是我出力来提供一些战争后勤来帮伊朗撑腰。那美国在被困在这个持久战里面，拖越久越不利。然后我们看到整个中俄2大全球军工势力的加入，会不会成为这个 World War III 一个导火索的点燃风险？我觉得怕说这种虽然不是直接帮助你，但是间接帮助你，会让整个全球的体系格局又改变。对，我想会不会变成第3次世界大战？现在言之过早但是如果美国真的像刚才这个舰长是专家提到的，说已经准备要打地面战了，那么我觉得这就是美国自己敲响了丧钟了。那么我本来还怕美国不打地面战的，因为他打了地面战，他就陷入了另外一场越战了。就对美国来讲，他还撑得住吗？他2011年的时候，他的国债只有多少呢？只有14兆。14，经过15年，到2026年，他的国债已经到39兆了。接下来他再打一场像越战这样的一个无穷无尽的战争，美国就一定被拖垮。就是美国的国力，当时越战是一个关键嘛，就一场越战就把美国当时从全球独强的这个货币金融体系开始不断的往下拉了。他如果接着再打地面战争，那就是绞肉机啊。那么美国在这个战场上不晓得要再投入多少的兵力财力、这个军力在这里了。那么当然，你说中俄怎么可能会就袖手旁观呢？这是一个唇亡齿寒的关系。就伊朗对于中国大陆、对俄罗斯来说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你姑且先不要讲了，对中国大陆来讲，它的中欧班列是经过伊朗的。那么这个对中国大陆来讲，它不可能坐视伊朗被美国掌控住的。那么你再看说，事实上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其实中俄对于伊朗采取的援助，其实有3个不同的层面我觉得中美俄现在在全球在下一盘大棋，这个棋盘不是只有在伊朗。
所以在伊朗的这个战局里头，中俄做了他应该有的援助，比如说刚才这个舰长都提到了嘛，这种不对称战争最重要就是无人机了。那么无人机只要用不完、打不光，那这场战争就可以无穷无尽的打下去哦。那么，除非今天美国把整个这个伊朗全部都占领了，那要花好长的时间哦。那再来就是飞弹了。那么对于飞弹的这个制作，伊朗也许没问题，可是晶片的来源呢？所以如果中芯国际愿意提供晶片，那么你接下来对于伊朗这种不对称战争的飞弹跟无人机，它可以源源不绝的补充，那么这场战争就打得无穷无尽了。第二个其实大家都没有注意到一点，中国跟俄罗斯最近在积极援助古巴，就是俄罗斯已经送了一个这个邮轮的船这个大概这2天吧，就会在进驻了这个古巴的哈瓦那港口了。那么就是为了要援助古巴现在的这个能源石油断供的这个危机。而中国大陆更狠啊，中国大陆送了一船的这个大米，接着又送了一大堆太阳能板还有储能设施到古巴。就是没关系，古巴的石油就算不够，我还有太阳能板我帮你做这个太阳能的发电站，然后我还有储能设备。那么显然，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做这件事情，就是在美国的后院插旗子啊！我就在你后院点火，就大家在下一盘大棋。中国大陆跟俄罗斯要援助伊朗的方法有太多了，围魏救赵就是其中一种3月25日，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白俄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去访问了北韩，对，他跟北韩达成了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啊，双方在各个层面上都决定全面的合作。所以，当白俄罗斯、俄罗斯、北韩加在一起，再加上他们最近又结合了缅甸跟伊朗，他们说他们要建立一个全球新安全框架了。那么这样的一些操作，都是在这个为美国制造更大的压力。所以美国接下来如果他在伊朗发动地面战，那么他根本就无暇去顾及什么古巴、顾及其他的战场了。那么现在就是美国自己要抉择的时刻了。但是我还是很开心的听到刚才舰长的分析说，地面战会开打，那么美国就完了。